南台湾的阳光穿透了枝叶与窗棂的缝隙，降落在孔庙的土地上。温煦而明丽的光线，使得庙里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暖洋洋的气息。墙上的砖红也映出了更为鲜亮的色泽。在郭伯川的画里，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60年前属于府城台南的风和日丽。充满传统中国文化特色的孔庙，则是他经常取景作画的一个所在。在这座古老的庙宇当中，画家的眼睛究竟看见了什么呢？时光倒流至1926年，25岁的郭伯川审视着自己的面容，完成了这幅自画像。也是在同一年，他做出了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选择，离开台湾，远赴日本，学习绘画。在此之前，郭伯川是台北师范学校的毕业生，并且曾在故乡台南一所公学校里担任老师。关于他生涯早期的绘画经验，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很多，但在前往日本习画的初期，他的美术才能确实已在1927年成立的台湾美术展览会上有所展现。隔年，郭伯川顺利考进了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，跟随着日本近代著名的西画家冈田三郎助，进一步研习学院派的绘画技法。1937年，郭伯川离开了东京，前往中国东北的满洲展开游历。之后，随着时局转变，他又转赴北京，担任美术教师。驻留在北京的这段期间，郭伯川遇见了前来此地旅游的日本西画家梅原龙三郎，两人之间不仅建立起深厚的情谊，郭伯川的绘画也因此受到了梅原深刻的影响。北京时期，郭伯川试图从传统水墨画的皴擦笔法当中汲取创作养分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开始尝试结合东方画材与西画技法，在宣纸上渲染出一种特别的颜色质感，宛如传统中国瓷器的釉彩，形成独树一格的绘画作风。战争结束后，郭伯川选择在1948年举家迁回久违的台湾，并辗转来到台南工学院的建筑工程系继续教授绘画，结束了生涯早期的东亚游历。郭伯川的艺术生涯也自此走向另一个阶段。若是走进1950年代的台南市区，你也许有机会和郭伯川不期而遇。据说在每日例行的作画结束后，他总爱到市集里饱餐一顿，或者在街道上随性漫游。而古朴的孔庙显然是他日常散步里极为熟悉的一个场景。完成于1956年的这幅孔庙，暖红色的砖墙与灰蓝色的树枝、树影相互映衬，建构了整个画面的视觉基础。视线望向远方，屋顶所反射的明亮阳光几乎令人睁不开眼。不过，近景处的大片遮映则提供了一方庇护。在这幅画里，
郭伯川巧妙地安排景物之间的颜色对比，营造出一种宁静自适的空间氛围。对于孔庙，郭伯川似乎抱持着特别的兴趣，他经常让学生到这里来练习作画，自己也经常在庙里的各个角落取景。这些线条华丽而繁复的庙宇建筑，除了表现出丰富的空间变化，同时也蕴藏着郭伯川所关注的民族色彩。每一幅画，我们都能看到醒目的朱红重彩，在自然光线里映出不同的色泽。生涯晚期常居于台南的郭伯川，总习惯在一早外出散步，与早餐过后进入画室工作。前一刻才出现在餐桌上的食物，也许下一刻便会进入他的画纸当中。这些描绘日常景物的小品，或许也是郭伯川记录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。而对于台南的美术发展史而言，郭伯川这个名字还另有一重意义。在这里，他所推动成立的南美会，成为战后南台湾最重要的美术团体。而在更后来的时代，台南也实现了郭伯川的夙愿，建立起一座属于在地的美术馆。在城市里漫游作画，也为城市建造文化基础。郭伯川的艺术生命与台南紧密地连结在一起，而他的画与故事一定也会在这座城市里继续发光。